普京的致命一击来了，库皮扬斯克战线一旦崩溃，乌军就没戏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还记得1个月前，乌克兰发出警示，俄罗斯军队已经集结了10万大军，要进攻库皮扬斯克一线吗？当时我们还分析，俄罗斯军队的此次行动主要目标是2个：一是夺取战场的主动权，避免战争陷入乌克兰军队进攻，自己只能被动防御的节奏；二是破坏乌克兰军队在扎波罗热的反攻计划，逼着乌军向乌东征兵。但是，当俄罗斯军队展开进攻之后，初期呢，并没有获得太大进展，反而在乌克兰军队的地雷阵、火炮和反坦克导弹的打击下，举步维艰。然而，乌克兰军队的淡定可能还是低估了俄罗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决心。泽连斯基政府发布的一项撤离平民方案，暴露了乌军的困境。据报道，库皮扬斯克的市政府宣布，正为当地平民准备撤离方案，预计将会有超过1.1万人需要撤走。而战线的变化也显示，俄罗斯军队的攻击行动已经获得了明显进展，其最前线离该市只有几公里之遥。8月上旬，俄军西部集群的突击队在哈尔科夫州佩尔肖特拉夫涅沃野的奥尔山居民点占据了更有利的阵地。几天后，该地区的7个据点和9个乌军观察哨全被俄军占领。俄国防部说，俄军在3天内将前线推进了11公里，向乌军的纵深推进了3公里以上。这对于乌克兰战场来说，已经算是神速了。五角大楼前顾问道格拉斯·麦格雷格上校称，乌克兰正处于崩溃边缘，俄罗斯人还没有发动全面进攻，暂时仍在哈尔科夫州行动，并且正在成功推进。乌军的整个排和连都在向俄罗斯投降。可见，俄罗斯军队原本是想通过在库皮扬斯克的进攻来夺取主动权，但是乌克兰军队为了保持在南线的进攻压力，又一直不为所动，而乌军的防御力量不足，又给了普京一举击溃乌克兰反攻的心理战和战略性行动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军队在库皮扬斯克获得成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是乌克兰政府、军队和民众对继续使用军事手段击败俄罗斯的信心崩溃。乌克兰战场从本质上看就是一场消耗战，而俄罗斯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是远远优于乌克兰的。过去乌克兰军队之所以还打得不错，就是有保家卫国和必胜的信念。在乌克兰大反攻的背景下，自己还没有拿到关键性的战果，反而让俄军的进攻获得成功。一旦乌军于去年9月在哈尔科夫大反攻期间重新夺回的关键城市库皮扬斯克丢了，那将对乌军的信念构成致命打击，也可以说是普京的致命一击。对于乌克兰军队来说，最终取得军事胜利的信心不能动摇，所以库皮扬斯克对乌克兰方面来讲根本就是输不起。其次，西方认为乌克兰军队有机会获胜的信心将崩盘，这个信心崩盘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在军工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自暴自弃，放弃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也就是说，就算西方不会明着施压乌克兰放弃领土，也会在实质上对战争前景失去希望，最终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最后当然是俄罗斯军队对在乌克兰战场的前景的自信心的重建。当然，这场仗如果打胜了，那么俄罗斯军队的自信心将会重建。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原本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时就没有想到过会遇到如此激烈的抵抗，甚至出现乌克兰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战场主动权的情况。特别是瓦格纳事件对俄军士气的打击，现在他们非常需要一场能够拿得出手的胜利，而攻击库皮扬斯克这个战略城市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它远比巴赫穆特之战更重要。总体而言，库皮扬斯克攻防战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整个乌克兰战场的主角，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契机，而对乌克兰来说根本输不起，因为这将导致整个军队信心的崩溃。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称，在扎波罗热的罗伯蒂取得了部分成功，暗示仍然不愿意放弃南线的进攻压力。俄乌双方看起来又在进行一场豪赌，而谁能够在库皮扬斯克赌赢，仍未有定论。